珊珊，今天我们讲一个所有人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所有人都很关心的问题，什么？衰老。哦，女生更感兴趣吧？是吧？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医美项目，包括护肤产品，其实都是围绕着延缓衰老诞生的。其实我们脑子里一直有个概念，就是我们衰老好像是这个宇宙给生物设定的一个规则。哦，对，好像每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对，好像我们终究会因为时间的流逝，然后不断的衰老，最后走向终点。但是呢，应该吗？应该是就是这样子的呀。大家都觉得这是自然的规律，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如何让你不衰老。真的假的？真的有办法？真的有办法。什么办法？觉得最近有一个48岁的硅谷富豪啊，这个人叫 Brian Johnson。这个人最近在网上特别火。特别火啊？是，我不知道哎。你不知道对吧？我今天让你知道。好。因为他晒出了他自己的体检报告，上面显示他的生理年龄就是18岁。18岁？真的假的？真的。那外貌呢？外貌看着像18岁？外貌看起来不像18岁，但是就整个皮肤状态，他看起来像20几岁。那也很厉害了。很夸张，真的很夸张。为什么呀？因为他自己会给自己吃每天100种药。对，而且他自己还给自己换血。吃药？他自己有自己的科学团队，然后帮他定制他每天身体需要什么微量元素，然后帮他调理。他是，我觉得挺牛的。然后换血不是违法的吗？在国外也不算违法吧，而且他换血，他是换自己儿子的血。换直系亲属的。直系亲属，他也是跟他儿子有商量过，说，你能不能帮爸爸一把？好，我们继续哈。甚至他还大胆预测了一下，说到了2039年的时候，我们人类可能真的会永生。永生？真的假的？真的。2039年，我30多岁。差不多。可以。而且就是这么巧，与此同时，刚好有一批科学家，他们也通过研究发现，衰老可能不是因为自然规律，它其实是一种病。病？对，它是一种病。不是吧？是的。真的假的？真的。就如果按照他们的理论，衰老是一种病的话，那它就有可能被治愈。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讲2020年最新的那份生物报告，它叫做生物逆转实验。逆转？是。真的可以逆转吗？真的可以，你听我说下去。不过呢，在我们介绍这份报告之前，我们要先知道衰老到底是什么，然后那帮家伙为什么会觉得它是个病。我们再回来解读这个报告，你就会知道它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这么高吗？非常高。不然我直接跟你说的话，2026年，对吧？科学家发明了一种药，给你打一针，你永远就18岁了那不像疫苗一样。对吧？你就会觉得，这个人脑子是不是有病？是啊，好像我进了什么传销组织一样。好了，我先跟你说说他们为什么会觉得衰老是个病。因为按照我们过去的理解，我们之所以会衰老，是因为我们细胞里面有端粒。端粒就像我们细胞的原材料一样，我们之前几期影片也有说过，我们人体差不多有40兆的细胞。所以每天呢，我们都会有大量的细胞死亡，然后同时也会产生新的细胞来接替那些死亡的细胞去继续工作。但是每次诞生新的细胞，我们的端粒都会有一些非常轻微的磨损。等到那些端粒被我们快磨没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老了，对吧？但是这里面其实有个问题啊，我们消耗的明明只是原材料，而且细胞也是重新复制出来的，都是崭新的细胞。按理说我们应该会像大象一样没有老年，突然有一天，对吧？但是应该是有消耗是吗？消耗其实也是你的细胞在消耗嘛。然后你的细胞诞生出来，你自我复制出来一个新的细胞，完全崭新的细胞。那理论上我们就不应该会衰老，对不对？对呀。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起来会越来越老呢？对吧？这不就是一个明显的年龄越大越苍吗？就很奇怪啊，对不对？我们身体明明都在复制新的细胞，对吧？就是新的细胞和就是等量也是一样的吗？一模一样，完全质量是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变化。就很奇怪，对不对？这其实就是这帮科学家发现的东西。他们发现端粒只能解释我们出生之后的寿命的极限，可能有的人长一点，有的人短一点，但是真正导致我们衰老的原因被他们找到了。他们发现我们的基因其实都是记在我们的 DNA 里面的，但这些基因呢，不是一直都在工作的，只有我们需要它的时候，它才会开始自己的工作。比如我们小时候突然手上多了一道口子，然后你会发现没过几天它自己就好了。对，那就是那部分负责修复我们表皮细胞的基因在工作。
然后我们过去小时候熬一个通宵，过去好像没什么事啊，对呀，等到年纪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受不住了，就扛不住了。起码我是这样啊。我还没有，你还小嘛，对不对？好。所以呢，就是我们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我们长大以后，手上如果多一道口子，它愈合的速度就会越来越慢。然后有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熬了个夜，你3-5天都缓不过来。起码我伤了元气一样的。是的，这些其实都是因为过去帮助过我们的基因，虽然过去非常好用，但是你时间用的越久啊，它就会像我们家的门把手上的螺丝一样，它虽然还挂在上面，但是它不一定有用了。我得时不时的过一段时间把它拧紧，我们的门才能关得住。对哦。其实是一个道理。所以其实基因也是一个道理啊，你用的时间久了，它就没有那么好用了。慢慢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各种炎症，所以就会开始老化。它整个系统的结构就会开始有变化。那我们现在老化的原因说完了，然后就轮到当初那帮怀疑衰老可能是一种病的科学家。他们一开始想法很简单，既然基因会像我们刚才说的螺丝一样松动，那我们时不时的把它拧紧就好了。对吧？至于怎么拧紧的办法，就是我们刚才开头说的那份报告。真的啊？这份报告刚刚出来的时候啊，对于整个生物界来说，可以说是一次重磅炸弹。因为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个团队拿到过那种政府的批准，允许他们在人身上做这种基因重组的实验。这真的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所以就是在2026年的1月份的时候开始。他们实验是这样的，他们做了一种特殊的基因，然后通过注射的方式打到我们人体里面，让这种基因啊自己去找我们已经松掉的开关。然后让找得到啊？找得到，就是专门设计的这种基因。天哪！然后让它变回年轻的状态，就调节一下。所以我们身体就会恢复到最年轻，就没有炎症。实验结果怎么样？实验结果非常乐观，真的超级乐假的？观。对，他们的实验是这样的，就是他们注射在人的眼球里面。眼球里面？听起来有点吓人，对不对？好痛的。但是那些人其实已经看不到了，他们是失明的患者。那如果我们正常人打的话，要从眼球里面打，那不行啊。他们只是针对眼球去做那个实验嘛，想看看眼球已经坏死的那些基因是不是能够把它救起来，因为他们已经失明了，然后能恢复，然后他们全部都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有点想哭。帮他们把眼球已经坏死的基因全部都修复好了。所以他们下一步就打算进行人体内脏或者是深层皮肤的小范围实验。我要哭了，我觉得很感动，就是终于有了突破，是吧？就感觉那些更需要人帮助的人，感觉能得到帮助。他们能够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他们值得有。突然有点煽情了呢。那我们继续啊。所以他们下一步就打算进行人体内脏或者是深层皮肤的小范围实验。不过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先挑皮肤。为什么？因为这样子就能多一个医美项目。你想想这种，我以为是更直观的。那你想想这种实验如果做出来，那不是对现在医美行业直接就是降维打击吗？你看现在这种医美行业，它只是帮你把皮肤变得更紧。就是很多女生就付出了很多才能得到很好的皮肤或者是什么，对，就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你看这个东西要是出来，直接把你变成18岁了，这不很夸张吗？太好了。是啊，而且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自己也说，我们或许在今年年底，我们就可以看到初步的结果。期待。是，不过聪明的观众朋友们可能看到这里也会意识到一个问题啊。如果这项实验成功了以后啊，我们只是把我们身体健康的时间拉长，但是我们寿命总长度好像还是没有任何变化，对吧？对呀。对，因为就像很多老人嘛，然后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他会牙齿掉啊，或者是什么的。对，但这是衰老的问题。解决衰老的问题，你可能就会像大象一样。这么强壮吗？不是，大象你知道吗？就是大象它没有老年的，但有看的老大象，看的就很老的大象。那是已经快嘎了的大象。就你会发现大象的整个壮年期非常长，比如说70年，它有60年是非常强壮的。对的。最后那几年它不行。对的。对，所以我们人类如果摆脱衰老也会是这样，所以它牙也不会掉，它可能就看见一个年轻小伙突然打了。
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太夸张了吧？所以啊，如果我们只是解决衰老的问题，那最终我们还是逃不过死亡的威胁。因为年龄的，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摆脱我们刚才说的端粒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等到我们端粒没了，细胞就还是没有办法自我复制，我们还是会死。是的。不过这个大家要不用担心啊，科学家们其实已经在很早以前就开始研究这个东西了。而且我们已经在生物界里面确实也找到了那种永远不死的生物。而且其中一种你还特别喜欢吃。特别喜欢吃？什么？龙虾。龙虾。是不是没想到？没想到，完全没想到。它之所以被我们发现它不会死，是因为我们检测到它身体里面有一种叫端粒酶的东西，活性非常高。端粒酶？是的，这种东西只要活性一高啊，它就会把它已经磨损掉的端粒自动补回来。所以从理论上来讲，只要它不碰到天敌啊，然后食物充足的情况下，它就会一直长，一直长，变成超级大一个，够我们吃的了。小龙虾是龙虾，但是我不光小龙虾呀，没有见过啊。澳洲没有见过，是因为我们已经被我们吃了嘛。龙虾的天敌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人类。然后下一个就是可能网上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叫灯塔水母。这个水母就更变态了。每一只老年的水母呢，它发现自己快死了的时候，就会直接把自己重置回自己幼年的状态，等于重新活一次。这么厉害？返老还童。他自己这样？他自己发现自己寿命快到了，他就重新回到自己最初的幼年状态。怎么回到呢？怎么回到？我们也在研究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它会从一个非常老、皮肤都皱巴了的一个水母，变成一个非常小的水母。真的重生了？重生。所以你看，它这个能力是不是比龙虾还变态？是的。然后科学家们这么多年其实就一直在研究它们的细胞结构，也确实可以提取这种高活性的端粒酶。但是呢，他们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人类的端粒酶的活性为什么会这么低？对吧？如果我们真的把端粒酶的活性永久提高了，那到底会发生什么呢？他们就直接在小白鼠身上做了这个实验。小白鼠好可怜啊，经常拿来做实验，一直拿来做实验，对吧？结果发现，长期让端粒酶的活性保持在很高的水平的时候，它们的细胞就会疯狂的自我复制。自我复制？因为端粒酶的活性高了呀。所以细胞就有足够的材料不断的自我复制。就太多了也不好。太多了也不好。这个动作行为特别像癌症，癌细胞就是这样，就疯狂的复制。对，所以结果就非常明显，这批小白鼠就因为这个事情得了癌症，就很快就都死了。那所以这个实验是不成立的。对。那不是还是没办法长生不老吗？所以科学家又想了个办法呀，他觉得说，如果我们能够精准的控制端粒酶的活性，那是不是就可以了？比如我们要它修复哪里的时候，打一针，它突然噌升高了。然后不需要的时候，再打一针，让它降下来。理论上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对吧？让我们的端粒酶一直保持一定的长度。那我们就永远可以复制。然后呢？做了实验吗？在研究吗？好的，等结果。是的，这个方向确实有很多人在研究啊，包括我们现在有 AI 了，我相信不久的未来，这个困扰了我们人类几万年的问题应该能够被解决。然后再配合我们今天讲的停止衰老的问题一起解决的话，那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发生长生不老，永不衰老。对，就是长生不老。但是长生不老呢，确实会带来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对，不过我本人对于长生不老还是非常期待的。我也是，那肯定啊。对，而且你记得吗？我们之前的影片也有提到过那些可能真的长生不老的人。因为他们在上古的时候得到了某种技术，所以他们才能够长生不老，对吧？现在看起来很可能就是过去可能真的诞生过我们今天聊的这种类似的技术。对的。而且我们影片开头刚才说的那个富豪啊，人家已经通过自己的方式实现了一些不错的效果了。对呀，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是的，甚至人家还预言说永生真的离我们不远。对吧？是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起码到年底我们先看看这次衰老实验能不能成功。是的，肯定会期待的。我也非常期待。到了年底我们再看看。行。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您的观看对我们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话，记得订阅哦，记得订阅哦。拜拜，拜拜。